你想记住吗？我们称之为的叫做混动耳机，平板主扬声器和一个超低音的动圈式扬声器。那这两个如果说你就平着放，它肯定会有一定的相位问题的，会导致它的音场和音色都会有不利于主观听感的变化。把自主研发的扬声器和我们传统的平板的全频扬声器放在一块儿，做了这样一个混合动力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椭圆形的超低音动圈扬声器，它大概是30×50毫米扬声器，我们大概开发了有4-5版。我们后来就基本上能够做到非常小的一个尺寸下，而且是长方形的。为什么？如果要是圆形的，它尺寸会非常大，而且在那个角度下的话，整个耳机体积就会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就后来不断的去优化，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音响曲线。耳机的名字叫Isvana 混合动力耳机。Isvana 是北欧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单词，意思是暴风雪。我们是希望呢，新技术能够在我们整个的行业呢，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雪。想问一下，其实我想问的就是，你看混合单元的头戴式的耳机刚刚我们3位都想了，我们大家都在想上一个混合单元的头戴式的耳机是啥？其实特别少，对，国内的品牌都很少。对，我就想问问这个，它的设计这种头戴式的这个混合单元是特别难吗？因为耳塞是很多，对，就10几年前，最早的像优异出的，后来是 AKG 的3003啊，再等等的这些，再往后的多单元的啊、圈铁啊、再混静电啊，已经很多了。但是头戴式的确实很少，所以这个开发的难度是不是2个方面的问题耳塞呢，所谓的发烧级的耳塞可能卖得很贵，但是呢，它是不能够和头戴式的大耳机去比较 HiFi 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说一个耳塞，它的用户呢往往是做随身音频的，它没有台式机，那本身呢它的驱动电路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电池驱动的低电压的耳放嘛或者是播放器内置的，或者是分体的，但是它本质上来讲和播放器内置的区别也不大，因为都是电池驱动低电压的嘛。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是适合于的是初烧友更多一些。因为呢，一旦耳塞入了门之后，接下来会跳大耳机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说所谓多单元动铁或者是动铁加动圈，所谓的降位导致的音场的问题解决不了。那要不然呢，音场缩在头里面；要不然呢，音场比较有特点，或者说和普通的大家所认知的这个音场呢有一些区别。那作为大耳机的话，因为它是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工具的一个要求的。它需要能够去还原复杂的监听音乐的现场，而不像是这种耳塞一样，耳塞最多在做现场监听的时候也就是听一下清不清楚。头戴式大耳机是在录音棚用的，不是在现场做耳返的，所以要求更高。而且即使是我们目前做的这个方案，耳塞里面想把它用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毕竟是大耳机的方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结构。这个耳机呢，它是铝合金的外壳。那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用不锈钢，看起来更高端？你为什么不用黄铜，看起来更高端？但是颈椎更重要铝比较轻嘛。我们可以看到，从左到右排列的有一个超重低音的一个动圈式的扬声器它装在耳壳的侧面。它在外面呢有一个开了很多小孔的一个防尘罩，它也是用来做空气用的。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扬声器呢，它磁铁向外，振膜向内的。你说反过来行不行？反过来不行。角度它是比较特殊的，也是不能动的，动了就完。在正面呢装了一个板的全频扬声器平板扬声器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嘛。在前面呢还有一个扬声器帐板，扬声器帐板的一侧呢，它要给这个超重低音的动圈扬声器呢，它要给它留缝。所有这些都是有讲究的，都是有发明专利的。那不可或缺的还有个分频器，分频器有一个小的线路板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线路板好不好？我就记得以前有友商说，你HiFi卖的线路板不好，我的线路板是黑色沉金的，你看是不是黑色沉金的？好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个背景是一个二阶的，应该是一个二阶的分频器的一个线路原理图啊。我们用的不是二阶的，因为我们是扬声器，平板扬声器是全频的嘛，所以是可以做简单分频的啊，声音也会更自然一些。好，刚才呢看了结构，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对照频响，看一下它是声学上它是怎么样运作的。我们先可以看一下这红色的曲线的这一条线。这是 HiFiMan 的一个传统开放式平板耳机的一个典型的频响曲线，是非常直的啊。那到了高频端，它上去啊，这一块呢，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因为那部分是需要做拟合的。那整个从低频段到中频段呢，完全是直的。那很多人说啊，这个不够劲儿，低频不够劲儿。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在保证不影响中高频的频段和音场这些主观听音的这些重要的元素的时候，还能把低音拉上去的呢？我们在300赫兹以下，我们是用的是一个低音的动圈单元啊；我们在300赫兹以上呢，用的是全频平板单元。你们大概有没有印象？这个人声啊下限在哪儿？在多少赫兹？可能不会太低，根本到不了200以下。人声的男声的下限是在200到300，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分呢，不会影响到全频的平板单元的音色。另外，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低频它有指向性，其实啊，超低频没有太多的指向性，可以打一个角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把技术方案做出来的原因啊。我们把超低音的动圈单元给它让开了，仍然能保持低频不干扰到相位和中高频的前提下，仍然能够让你听到比较澎湃的低音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大概有5-6个分贝的增强，5-6个分贝非常明显，一耳朵就能听出来。那看一下这个指标吧，啊，频响范围的是6到60K， 阻抗16，灵敏度93分贝。你们刚才听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灵敏度很高？我觉得它就比较好驱动，因为我没有使用特别复杂的高端的放大器，所以我为了试验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比较好驱动，也是感觉到了。而它低频的这种丰盈度很好。是微细节很丰富，这样它带来的就是整体，也就是说这个让声音能变得更鲜活，这种声音就高级感的声音。那李总，您也讲讲您刚才也听了有什么样的听感？我就觉得它的就是，它的低频啊比较宽松，比之前的之前咱们都是那种平板的呀，我觉得这次觉得低频方面我觉得很满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在 H1000耳机这个级别的一个声音，它比它的细节、它的中高频、它的空气感，还有它的音场呢，没有比 H1000差。但是呢，它有了一个非常有质、有量、有动态的一个低频。对，这是我的一个经验来说啊，从听感经验上来说，我们的客户以前也反馈过，是如果遇到了不好驱动的平板耳机的话，你给它上推力。上推力让低频给它轰起来。那现在如果是这个耳机的话，恐怕你不那么需要上推力，它也能够很好，因为是从结构上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混动结构的了。我们再补充讲一下技术吧。这个耳机呢也使用了隐形磁体的结构，对于这个磁铁呢做了表面的一个流线型的处理。流线型的处理呢，对于声波的有害的折射什么的会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作为一个耳机来讲，尤其是平板耳机来讲，它磁铁是声波在传播过程当中必须要穿越的第一道阻碍。把它做成流线型之后，大大的有利于了它声波的传播不会出现有害于音质的这种问题。所以呢，隐形磁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对于 HiFiMan 来讲也是个里程碑。那还有呢，就我们使用了纳米振膜核心技术是纳米振膜。什么叫纳米振膜？是纳米厚度的振膜。这个振膜呢，它的厚度是非常薄的，那有多薄呢？可以讲比1个微米要薄。1个微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一个细胞的直径大约是若干个微米，所以呢，它的一张纳米厚度的振膜呢，它的这个重量可能只有几个，是微克级的，它是微克级的重量所以呢，它的自身的振动质量非常轻。振动质量越轻呢，它的频率响应就越宽，它的上限就越高，频率响应的上限就越高。与此同时呢，它的响应速度也更快，失真也更低所以呢，对主观听感呢有非常大的有利的作用。